我是总裁的契约老婆，1月50万，明码标价，非常适合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躺平。听说白月光回国后，总裁也很大方，直接给了 N+1的补偿，让我拿着支票走人。我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就差没当场给总裁磕一个。总裁看着眼含泪花的我，神情厌恶。许安，别以为你用眼泪就能挽留我，快点离开，不要再让我说第二次。我懂，这是不想让白月光误会。我毫不迟疑，快速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拖着行李箱往外走。还没走到门口，门就被人打开了。风情万种的白月光站在门口，看见我，眼神中瞬间透露出浓浓的疑问。总裁的脸色一瞬间变得僵硬。我作为金牌打工人，怎么能让老板为难？当即丢下手里的行李箱，毕恭毕敬对着白月光鞠躬。太太，您回来了。先生正在派我打扫卫生，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。话音未落，我已经冲到卫生间，从门后掏出一个马桶橛子，开始勤劳地通马桶。为了避免他们尴尬，我还特地关上了门，留给他们私人独处空间。从客厅里传来人的交谈声，听不清，但我的职业素养不允许我去偷听。足足通了差不多2个小时马桶，卫生间的门才被人敲响。我抬起头，对上总裁神色复杂的眼神。我们要休息了，你早点离开吧。我站起身，却因为蹲得太久，两眼一黑，直接往前栽去。总裁下意识伸手想接我，看见从房间里走出来的白月光，默默缩回手。我终于还是实现了给总裁磕一个的小愿望，整个人咚的一声跪在总裁和白月光面前，提前给他们拜了个早年。我尴尬捂着被撞出大包的脑袋，却意外听见空气中有人在说话。他好可爱，怎么这么傻，站不稳还会摔跤？老婆摔跤了，痛不痛？我给老婆呼呼。好心疼，白月光什么时候才走？我迷茫抬起头，只看见目光冷峻的总裁和脸上带着讥讽的白月光。白月光脸上满是嘲笑，你是许安吧？装作是清洁工，亏你也想得出。你还杵在这干什么？赖着不走吗？他的手缠在总裁的胳膊上，趾高气扬地宣示着主权。空气中却又传来一句，他会不会讨厌我？算了，想个办法把他抢过来，藏起来，再讨厌我也没办法。我用力摇了摇自己的脑袋，幻听，一定是熬夜太多出现了幻听。拿上支票，抓紧去耳科挂个号。总裁给白月光投过去一个安抚的眼神，将人往自己怀中带了带。说出来的话比脸色还冷，没听见吗？还不快滚！同样的，空气中也还有一句话，老婆怎么不反驳，拿了支票就走？他原来不爱我？没关系，把他锁起来，锁在我身边一辈子。我呆滞的拿着3张支票走在回家的路上。10分钟前，总裁将一张新的支票砸到我的脸上，一张脸阴沉的能够滴出水，这段时间你伺候的不错，赏你的小费。白月光见状也不甘示弱，从包里甩出另一张支票，把我们家总裁伺候的这么舒心，哥，我也得赏你点才行啊。我弯下腰，捡起掉在地上的2张支票，等到看见上面的金额，我的眼睛瞬间瞪得比铜铃还大，上面的0比我的命还长。按照正常剧情进展，我应该羞愤、痛哭、夺门而逃，尖叫、嘶吼，在总裁面前阴暗的爬行，诡异的蠕动，祈求他不要赶我走。可我实在是做不到。我掐着大腿，好不容易才避免自己仰天大笑。由于掐得过于重，我瞬间流下2条面条一样的眼泪。总裁和白月光对视一眼，脸色瞬间变得奇怪起来。左边是总裁的老婆哭了，真的哭了。怎么办？要不然今晚把白月光做掉，给他道歉，就做成门口的雕像吧。右边是白月光的小兔子哭了，嘤，真可爱。跟着臭男人干嘛？姐迟早把他骨灰烧成砖头，给你拍核桃。我恍然意识到什么，我好像觉醒了读心术。但是听他们俩的心声，果然没有一个正常人。病娇什么的，达咩。我飞快逃回家里，喜滋滋数着得到的3张支票上的0。我已经想好了自己接下来该去哪里旅行，给自己放长假。就在这时，门铃被人按响。我从猫眼看过去，是隔壁的医生。戴着金丝眼镜的医生微笑着，举起自己手中的一袋子烧烤。小安，不请我进来吗？我和他认识了10多年，勉强算是青梅竹马，只是平时说话并不多，这算是他第一次主动找我。我奇奇怪怪，还是打开门，
将人迎进来。我试着努力去听他的心声，却发现怎么也听不见。难道我的读心术只对总裁和白月光有用？我摇摇头，坐下来和他聊天。邻居哥哥的眼神在屋内环视一圈，最后停留在门边的那根马桶揣子上。坏了，从总裁家逃跑太急，竟然将马桶刷子带了回来。总裁日子过得十分奢靡，连马桶刷子都镶金。我犹豫再三，还是没舍得将它丢进垃圾桶。只是在我拿起马桶刷子的一瞬间，空气中又漂浮着几行字。他终于放弃了总裁吗？不知道他的目光何时才会垂怜在我的身上。我猛地松开马桶刷子，那道声音瞬间消失。我试探性的重新握住马桶刷子，邻居哥哥的声音再次响起。他在看我。神啊，您能不能联系您的信徒？我想亲吻他的脚背，我想将他揉碎进我的身体里。我面红耳赤，一张脸瞬间红透。一本正经的禁欲系医生，原来私底下是这种性格，好怪哦。再看一眼，嘿嘿嘿。等等，这是重点吗？重点是，这又是一个病娇啊。我就知道，这个世界一定有什么不对劲。在经过反复几次试验后，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金手指。不，准确的说，是马桶橛子自己的金手指。只要我握住它，我就能听见身边人的心声。可是，谁家好人天天带个马桶橛子出门？是的，就是我。我揣上马桶橛子，特意挑选了一般人不多的地铁。别问，问就是还要点脸。好家伙，不听不知道，一听吓一跳。左手边脑门纹大金龙的络腮胡大哥，原来心里在期盼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无法天女。右边文文弱弱的小哥，心里在谋划怎么把老板抛尸。等等，抛尸？似乎接触到我的目光，他阴恻恻冲我笑了下。内心的想法瞬间变成了，他看起来好像很好嘎，今天就选他吧。我慌不择路，赶在地铁到站的第一时间迅速冲下车，转头就开始撒丫子狂奔。身后的脚步声却一直不远不近的跟着，还有远远飘过来的心声。被发现了呢，看起来他好像想躲到卫生间，就在那里解决吧。我咬牙看一眼前方不远处的卫生间，迅速改变想法，继续往前跑。背后的心声不断变换，我也就跟着不断变换逃跑的路径，直到我自己跑进了一个死胡同。我颤抖着手，慌不择路的报警，手机却啪叽一声掉在地上。我眼睁睁看着那个变态捡起我的手机，笑得很开心。他一步一步逼近，我一步一步后退，直到紧紧贴在墙上，无处可逃。你不乖，我很不高兴。所以，没说完的话被一脚飞踹打断。我抬起头，看见面色冷峻的总裁和他身后的108个保镖。真蠢，离开了我，你果然一事无成。总裁的心里却在疯狂叫嚣啊，老婆有危险。还好我在他身上装了摄像头，嘿嘿，我真聪明，回头让老婆奖励亲亲。是谁告诉你装摄像头的变态就不是变态了啊？等等，摄像头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听起来更变态了好吗？总裁没工夫搭理我，直接对着身后的挥保镖手，带走。我被带到医院，才明白总裁来找我的目的。白月光需要一颗腰子，呵呵，等有一天我发达了，我一定把写霸总文学的作者全打了。我被捆在床上，刚被注射完麻药，正巧碰见推门进来的医生和白月光。3道令人窒息的声音同时响起。小安，你怎么在这？许安，你和他认识？许安，你和他们都认识？我颤抖着伸手去摸床边的马桶橛子，瞬间听到3句极其恐怖的心声。呵呵，有情敌，把你们都杀了。呵呵，老婆出轨了，先把老婆杀了，再和我葬一起。呵呵，我在空气里下毒了，你们一个也别想活。我眼睛的余光看见医生漫不经心玩着那把寒光闪闪的手术刀，总裁的手则伸向我的氧气管。白月光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喷雾瓶，正打算对着空气喷。救命！我要嘎了，我 CPU 都快干烧，飞速运转分析着这3个变态的心声。总裁，先嘎我，再合葬。Pass。白月光，全员狗带。Pass。医生，只嘎情敌。我但凡多犹豫1秒钟，都是对自己生命的不尊重。于是我转过头，毫不犹豫对着白月光大喊，白月光，你要带着我的腰子，好好活下去。我爱你。话音未落，我猛地拉住总裁的手，借着他的力气，把我的氧气管拔下来。做完这一切，
我瞬间眼睛一闭，舌头一伸，头一歪。别说，大医院的麻药是真好用，说睡就睡。等到我再次睁眼醒来，我发现我正在我的家里。卧室的门被人打开，从外面走进来端着一碗粥的医生。见我醒了，他脸上泛起温和的笑意。小安，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看见医生，长舒一口气。看来我赌对了。我在总裁家刷马桶的时候，听出来总裁和白月光不和。刚才我在医院申请表白白月光，又让白月光以为总裁拔了我的管子。现在这两人一定打得不可开交。而3个人中唯一有点良心的医生，不仅带我离开，还把我送回了家。我感动的眼泪哗哗，谢谢你，程医生，你真是一个大好人。我打算起身，却发现怎么也动不了。低下头一看，脚踝被2根软绒带紧紧和凳子捆绑在一起。我怎么忘记了，这医生也是变态中的一员。抬起头，程医生的脸上还是那副温和的笑容。你的麻药效果还没过，就委屈你在这里多坐一会了。怎么，小安不相信我？程医生的脸上露出流浪小狗一样可怜巴巴的神色。我大惊失色，怎么会？我最相信程医生了，心里却在呵呵，我信你个大头鬼。程医生得了我的这句话，眼睛轻轻弯了一下，端着粥坐过来就要喂我。他身上是淡淡的消毒水味，闻着却不算刺鼻。一只骨节分明应该用来拿手术刀的手，捏着一只细长的汤匙，好看的眉眼舒展开来，舀一勺粥，轻轻吹上几口，递到我的嘴边。小安，来，张嘴。我不是演狗，真的。虽然没人相信，我自己也不信。看着我乖巧张开嘴巴咽下那勺子粥，程医生的眼神闪烁一下，带上几分忧色。没留神，程医生的大拇指已经伸过来，擦拭掉了我嘴唇边的一点残粥。那根手指被他顺手放到自己的嘴巴上，亲吻了一下。我呆愣看着，耳朵慢慢爬上一层绯红。就还有点好磕，是怎么回事？重生之我是我自己的 CPF 头子。就在我出神的时候，门铃被按响了。还有一个大哥撕心裂肺的喊叫，快递，快递！我一喜，一定是我昨晚给马桶刷子买的壳到了。出门在外，抱着一个马桶刷子，总还是有点不好意思。所以我昨晚直接下单了魔法少女帮外观的马桶刷子壳。月棱镜微粒，变身。程医生看见我脸上的喜色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笑了一下。他俯身过来，目光缱绻，小安，你很期待？我点点头，当然。哪一个少女能阻挡得住他的诱惑？程医生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噎了一下，随即用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你原来也喜欢这样的？我瞳孔地震。什么鬼？1.8米的程医生也喜欢美少女战士？想象着他拿着魔法棒变身的样子，那画面太美，我不敢想象。但我不能伤害程医生幼小的心灵，毕竟变态的心也是心。我忍辱负重，真的吗？太好了。我家还有碟片，要不要借给你看？程医生沉吟片刻，没有拒绝。他走过来摸摸我的脑袋，脸上都是掩饰不住的欢喜。太好了，我还担心你发现我的真面目，会吓到你。他走到门口，拖着一个大纸箱快递走到卧室，当着我的面开始拆起快递，一边拆一边笑得开心。既然你喜欢，那我们都试试，好不好？从快递盒子里不断扔出来狐狸耳朵、兔子尾巴这些可爱的东西，环，还有个手铐、小皮鞭、止咬器。程医生摇晃着一只兔子尾巴，笑盈盈的朝我走过来。小安，今天就用这个，好吗？尼玛，说好的美少女战士呢？妈了，全麻。在程医生这个变态推着我走到镜子跟前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这个椅子底下是有轮子的。我苦思冥想，也没想到我家哪把椅子装过轮子。他把我头顶粉色的兔耳朵扶正，脸上露出要多满意有多满意的笑容。2只手臂从椅子后背分别搭在2旁的扶手上，我被笼罩在他身体头下的阴影里。程医生望着镜子，很开心。小安，可不可爱？可你个头！等我看见镜子，我确信了。怪不得我觉得这么奇怪，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家。我家不会有带轮子的椅子，更不会有一整面墙的镜子。我打量着周围的装修，除了这几处不同，其他倒真的和我家一模一样。也顾不得许多，直接掐住程医生的手，没好气，我在哪？程医生脸上满是茫然，你家呀？怎么了小安？我气笑了，程阳，你当我3岁小孩吗？
这里到底是哪？程阳看着我，好半天没说话，过了好久，才一脸委屈开口，我家。你家？我瞳孔地震，现在变态都玩得这么花吗？把自己家装修成我家？我怒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程阳老老实实，从你成年开始，倒还是个守法的好变态。我无力的摆摆手，我的马桶刷子呢？听不见程阳的回答，不用想也知道，肯定还在医院的病房里放着。我自己推着椅子溜达到厨房，将绑在腿上的绒条剪断。出去的路却被程阳堵住了，他神情晦暗不明，小安，你要走？我是想硬气的，但一想到自己看过的那些病娇文里像我这样的下场，我承认，我怂了。我回过头，笑得脸上的褶子都能夹死苍蝇。程医生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想回医院治一趟。程阳不仅没笑，反而脸色更阴沉了。你是想回医院，和你心爱的白月光双宿双飞？坏了，忘记自己昏迷前的深情表白了。眼看着程阳越走越近，我承认，我慌了。想到总裁说在我身上装了摄像头，我也不知道在哪，冲着身上就是360度一顿乱摸乱吼。没说完的话，被程阳的温度烫得一激灵，吞进肚里。那张好看的脸在面前无限放大，最后变成一个蜻蜓点水的试探。但是我的注意力不在这里，我目瞪口呆，看着总裁从28楼吊着安全绳，整个人壁虎一样吧唧粘在窗户上。看见我，面色不改，路过。程阳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，专注的在我的嘴唇上辗转肆虐，故意不轻不重咬了一口，声音带着几分阴哑，小安，专心些。不是，大哥，你占我便宜，你还让我专心？我毫不犹豫，用力咬一口程阳，伸手推开他，狂呼乱叫往窗户奔去，边跑边叫，总裁，救我！程阳的动作更快，他抄起我刚才拿出来的剪子，迈开自己的大长腿，几步就到了窗户边，看着我，眼神带着破碎的痛苦，小安，你还是放不下他。程阳的手臂伸出窗外，剪刀已经对准了总裁的速降绳。他看着我，满是自毁的笑意，我和他一起下地狱，你会不会也给我烧一份纸钱？说话间，程阳的一条腿已经跨上窗户，他看着我，似乎我是主宰他命运的神明。我人都傻了，我硬着头皮，程阳，你先冷静，你的手是救死扶伤的手，不是用来剪断绳子的手。程阳打断了我，没头没脑来一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学医吗？学医救不了钟，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和我说，你最喜欢医生。程阳在窗户边逆光坐着，我看不清他的脸色，只能听见自己如雷的心跳。我小时候确实很喜欢医生，只是我没想到会有人将我的无心之言记在心中，还记了这么多年。虽然他是个变态，但是还是有一点感动，怎么办？一旁围观的总裁忍无可忍，飞起一脚，直接将坐在窗边的程阳踹进屋里，解开自己身上的绳子，面色铁青，我不要的女人，你也配享？香精马桶刷子被总裁毫不怜惜扔过来，目光冰冷，拿好你的垃圾。我忙不迭抱住马桶刷子，松一口气，感谢变态总裁打赏的读心金马桶刷子一份。抱住马桶刷子的第一时间，我又能听见别人的心声了。面色冷峻的总裁心里炸开一朵烟花，老婆连我的马桶刷子都这么喜欢，老婆真爱我。看着地上被踹翻的程医生，又是一句，敢当面撩我老婆，还想让我老婆成寡妇，我做不死你丫的。程阳被总裁控制住，没有一点害怕的意思，看着我若有所思，小安，其实我们三个你谁也不喜欢，对吗？又指了指总裁，你利用他，就像你利用白月光和我一样，不怕邻居是病娇，就怕病娇 IQ 高。他说的都对，但我不能承认。不过很可惜，总裁有脑子。总裁稍微动了动自己的脑瓜子，瞬间就想明白今天事情的不对劲。对于我谁也不喜欢这件事，总裁如临大敌。一个电话，白月光就出现在了程家门前。白月光大波浪齐腰，红唇红裙，上来就给我一个轻轻的大嘴巴子，神情不屑，许安，你怎么这么不自爱，还想勾搭我的男人？总裁累了，别演了，剧情崩坏了。白月光只是震惊了0.0001秒，立刻露出一个巨大的笑容。这么说，终于可以放飞自我了。我目瞪口呆，看着白月光迅速扯烂自己的裙子，露出里面的赛车服，长发被他高高竖起，高跟鞋也被他一脚踢掉，整个人的气质立刻转变成利落英气。察觉到我的视线，
白月光摊开我的手掌心，在里面印下一个唇印。他一根一根将我的手指并拢，笑得魅惑，别这么看姐姐啊，会忍不住吃掉你的。手掌心印着唇印的地方，被炽热的温度灼伤。我有点心动。白月光，怎么，大家不都是变态吗？怎么今天这么拘谨？等听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白月光也沉默了。本着要死一起死的原则，白月光伸出手指，将总裁也拉下水。他仔细讲述了总裁在自己家打造了一个黄金鸟笼，打算将我关进去的计划。总裁不甘示弱，指出白月光计划给我下毒死盾，带着我逃往人迹罕至小岛。他们越说越上头，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有盼头。程阳不动声色将我拉到自己身后，看着白月光和总裁的眼神带着警惕。程阳说，小安，别怕，有我在，他们伤害不了你。总裁和白月光怒了，矛头一起指向程阳。左边痛斥程阳家里有个暗室，里面全都是收集的我的各类周边。右边怒骂程阳因为总裁欺负我，趁总裁走夜路把总裁打到肋骨断3根。总结，程阳是我身边最大的变态。总裁和白月光似乎对程阳很熟悉，说的这些全都是我这个小青梅也不知道的东西。我看着温文尔雅的程阳，瞳孔地震。察觉到我的视线，程阳扯起嘴角，露出一个自嘲的笑容。他现在如何看待我？丑陋、阴暗，这样的我竟还奢求神明垂怜。但只要他的视线有一刻停留，我心满意足，我无力吐槽。把医生的内心戏单独拿出来，都能写一本100万字的长篇小说，名字就叫拧巴病娇的非主流神明。迟疑着，我还是开口了，程阳，我能看看你的那间暗室吗？说是暗室，其实很干净，很明亮，淡黄色的纱帘配着乳白色的公主风家具，是小时候的我梦寐以求的卧室。卧室里的桌子上全都是我用过的东西，练习本、发夹，年少懵懂时写过的情书，哦，还有不及格的试卷。我假装没事人，迅速将那张试卷团成一团，塞进自己兜里。我在暗室里游走，翻找出不少自己都不记得的惊喜。12岁那年，我珍藏的签名漫画被我妈扔在不知名垃圾桶。我冒着大雨找了10多个垃圾桶，没想到会出现在程阳这里。16岁那年，我情窦初开，写了封被人退回的情书。我大哭一场，将那封情书撕得粉碎。而现在，它被人妥帖粘好，除了情书的主人名字，被人刻意换成了程阳。我所有刻意丢失的记忆，都以另一种方式被人保存。程阳的脸上难得带着拘谨，小心翼翼观察着我的脸色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关上那间卧室的门。我说，程阳，谢谢你。他愣在那里，似乎想了很多种我会说出的话，却唯独没有想到我会对他说谢谢。只是有一点，我想不明白，程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态的？程阳在出来之前，小心翼翼捧起我的手，自己的手抖得一塌糊涂，脸上还在故作镇定。他唤我，小安，可以牵吗？一点没有刚才当变态时候的嚣张劲。程阳的心声和总裁和白月光都不一样，他们是自信张狂的，程阳是自毁且卑微的。当我主动牵起他的手时，我在他的眼睛里看见了盛大的火花绽放。客厅排排坐着看热闹的总裁和白月光，但他们没想到，我和程阳非但没吵起来，反而还牵上手。总裁怒了，嘴巴就不受控制，程阳，这特么的是我老婆，有妇之夫，你懂不懂？程阳很淡定，我牵手了。总裁与白月光，我们都牵过。程阳噎了一瞬，又得意起来，亲过。想了想，又对着总裁加了一句，还是当你面低，你看见了，对吧？总裁气笑了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契约老婆合同，摔得掷地有声。白月光气笑了，从口袋里掏出录音笔，把我深情表白的那句我爱你循环播放。3个人齐刷刷看着我，目光带着可怜兮兮的委屈，还有几分对花心大萝卜的指责。不是的，你们听我狡辩，我只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不对，我没有错，我只是太博爱，想给大家一个家。好半天，总裁盯着合同上的工作时间，给大家提了一个建议。我只有一个，3个人却谁都不愿意松手。正好1个礼拜有7天，那就干脆1、3我跟总裁，2、4跟白月光，5、6跟医生。至于周日，要不然3个人一起来。呵呵，区3，不是，那我岂不是全年无休？
不是，我也不是 MP 文女主啊。而且为什么这种事不用问过我这个当事人的意见？我的反对无效。总裁和白月光还有程阳签订协议，按下手印，直接瓜分了我的1周7天。我躺在沙发上，像一条被晒干的咸鱼。毁灭吧，世界！协议的最后一张纸被风吹拂，飘飘扬扬落到我面前。我顺手捡起来，漫不经心瞥了一眼。等看到底下的内容，眼睛瞬间就直了。这什么协议？这明明是生死状。协议的底下赫然写着，3方中任一方身故，其他2方均可继承身故方2天时间。用大白话来说，就是灭了其他2个人，就能独享我1个人。这句话对于3个变态来说，简直就是在催促他们快点发癫。俗话说得好，孩子静悄悄，势必在作妖。从签完协议，3个人走到房间里去商量，已经过去好一阵子。我猛地从沙发上爬起来，颤抖着打开对面那间书房的房门。推开门，白月光骑在总裁身上，用总裁的领带勒住总裁的脖子。看见我，撩起头发温柔笑了一下，等我，很快的。一定是我开门方式不对。再推开门，程阳拿着手术刀，在总裁身上研究从哪下刀。看见我，给我投来一个担忧的眼神，你会害怕的，别看。永远被压在底下的总裁，没有人为我发声吗？你们只是变态，不是法治咖啊各位。我头疼的快要裂开。如果再不出言阻止，今晚头条新闻一定就是被打码的徐女士。只是面对变态，常规的方式似乎根本没有办法阻止，除非我比变态还变态。我打开搜索引擎，开始搜索怎样扮演一个大变态。为了效果逼真，我还顺手从程阳买的那堆东西里随便捞出一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房门，眼神是阴恻恻的，嘴巴是看着他们流口水的，硬着头皮说出羞耻度爆棚的台词，既然如此，倒不如一起。我举起道具，极其变态的亲吻一口。等等，这柔软的触感，这诡异的多头柱状造型，尼玛呀！我有很多句优美中国话要说，但我说了也过不了审。那句一起已经足够有冲击。手上的道具直接将屋子里众人雷得不轻。程阳和白月光松开总裁，看着我的眼神复杂。见有效果，我也顾不上脸这种要么过厚要么过薄的东西，举着道具就往屋里冲，边冲边喊，白月光，你不喜欢吗？总裁，一起试试吧。程阳，不要害羞。道具抵上总裁的脸颊，在他的脸上戳出一个形状。总裁吓得屁滚尿流，大喊你不要过来啊！我是纯爱战士。白月光默默后退一步，将自己敞开的赛车服拉链拉到下巴。爬起来的总裁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锁，视死如归的挂在了自己的皮带扣上。他们看着我，就像看着什么宇宙第1大变态。好消息，我成功阻止了3个变态。坏消息，变态觉得我比他们还变态。总裁和白月光在发现我是个变态以后，彻底萎靡不振。2个人蜷缩在沙发离我最远的一端，瑟瑟发抖。我清清嗓子，嗨嗨，总裁，白月光，那个道具。我拿过去，和他们解释这只是个形状奇怪的东西，却不知道按到了什么机关，整个道具开始剧烈抖动起来。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道具的那种。总裁叫的比被嘎了的鸡还凄惨。白月光喃喃自语，目光涣散，本以为是个小白兔，没想到是大变态。小白兔对变态有着天然的吸引力，变态对变态却没有。趁着他们生无可恋，在精神最萎靡的时候，我抱着马桶刷子，打算问问刚才总裁说的那句剧情崩坏了是什么意思。总裁看我一眼，没好气。无所谓，我有马桶刷子。我四处寻找马桶刷子，却怎么也找不到。在旁边一直没开口的程阳站起来，以时候不早为由送走了总裁和白月光。白月光的高马尾在风中飘扬，看起来很自由，很开心。我想要跟上去，却被程阳拦住。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去，程阳拉起窗帘，只留下一盏微弱的黄色落地灯。他声音平淡，几乎没有起伏，却在我的心里搅起惊天骇浪。程阳说，我们其实都是剧情世界里的人物，在成年的那一天，每个人都会接收到属于自己的剧情。比如他的剧情就是我邻居家的竹马医生。虽然对这种被人强行安排人生的行为感到愤恨，但却无力改变，因为谁也不敢保证
崩人设也就是 OOC 的下场是什么？我了然地点点头，倒是明白了为什么身边全是变态。高压环境，变态是一种疏解情绪的方式和手段。等等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。每个人成年时候都会被发布任务，那为什么我没有？我毕业后是被总裁主动找到的，当时还以为是天上掉馅饼，没想到其实是总裁的剧情任务。程阳点点头，小安，你确实很特殊。他说他原本以为我知道剧情，但这段时间我的表现简直可以用随心所欲来说，不按他们得到的剧情走，反而还延伸出了全新的剧情。比如我其实是个大变态。我讪讪一笑，哈哈，这算不算剧情崩坏和 OOC？ 程阳淡淡看我一眼，你觉得呢，小安？完了，剧情崩坏和 OOC 是很严重的失误，鬼知道那个发布任务的东西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惩罚。想到今天白月光在听说剧情崩坏后，第一反应是踢掉自己脚上的高跟鞋，叛逆，完全不符合人设，但很爽。10多年从来没主动和我有过接触的程阳，也是因为知道剧情崩坏才这么大胆的吗？我看着程阳，他也同样看着我，微弱的淡黄色灯光倒映在他的眼中，像一簇正在燃烧的火焰。此情此景，很适合亲吻。呼吸交叠在一起，在已深的夜里无限绵长。程阳灼热的气息顺着衣领一路弥散，在微凉的皮肤上激起阵阵战栗，很旖旎的氛围。只是总听见一个人在咳嗽，嗨嗨，咳嗨嗨。在昏暗的空间里，慢慢漂浮起一个金色的马桶橛子，而且还会说话。马桶橛子说，哎呦呦，小年轻可真是不知羞。程阳抄起旁边脱下来的外套，直接往空中马桶刷子在的地方一甩，马桶刷子施法被打断，从空中吧唧一声掉在地上。对于面前这个魔幻的存在，我接受良好，毕竟从马桶刷子有读心术开始，就已经不是科学能解释的范围了。从成年起脑子里就有剧情的程阳，礼貌的皱下眉，给予马桶刷子最大的尊重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马桶刷子看我一眼，如果有眼睛的话。许安，大声念出你的魔法少女咒语吧。中二病也是有羞耻心的好吗？我硬着头皮，大声念出月棱镜威力，变身。数道粉色光芒闪过，在我目瞪口呆的眼神里，马桶刷子成功从香金变成芭比粉色，身价暴跌。偏偏马桶刷子还很得意，吴与汝从今日起签订魔法契约。我忍无可忍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马桶刷子不愿意说。没关系，程阳这里不仅有人用的，还有马桶刷子能用的道具。才用到第5个，马桶刷子已经吓得瑟瑟发抖。我说，马桶刷子，哦，这个世界的剧情神，在万千人海中选中了我去当他的女主角。只是对于男主是谁，他还没想好，而且也不一定非得是男主，所以他就给那些他认为符合条件的人都下达了剧情指令。只是光有主演演不起来，就这样滚雪球般越滚越大，最终滚进一整个世界的人。至于为什么不给我剧情，马桶刷子很得意，我的女主角怎么能受制于条条框框？我就是想让你自由发挥嘛。我尽量平息自己的怒火，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。那剧情崩坏和 OOC 有惩罚吗？马桶刷子生气了，我可是作者，我爱我笔下的每一个角色，看见剧情自由发展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得到这句答复，我放心了。和程阳对视一眼，毫不犹豫，揍他。马桶刷子崩溃大叫，许安，早知道你是这种人，我就不给你开读心，呜呜呜。马桶刷子被我按到水桶里，咕噜噜再说不出话。程阳很好奇，什么读心？我跳上去搂住他，你听错了。在确认剧情崩坏也不会狗带以后，整个剧情世界都沸腾了。纯爱的柔弱总裁每天追在赛车手白月光身后，呜呜呜，老公好帅。他好像找到了自己的真正 XP。程阳不用再扮演求而不得的悲情男二，按理说应该开朗不少，但我时不时还能听见他一语的梦话，翻来倒去全是害怕我离开的自卑。女人从心疼男人开始，就会落入男人的陷阱和圈套。要不是我偷听到他和马桶刷子说话，我真要被他精湛的演技给骗过去。马桶刷子最近的外壳越来越精致，甚至镶嵌上了施华洛世奇水晶和999足金，全是程阳给买的。马桶刷子得意起来，声音就大了些，算你有点良心，
不枉我忍辱负重出现在总裁家，还被许安拿着刷了2个小时马桶。你也真够心机的，非得让许安听见你那些心里话。你明明知道，女人最容易心疼美强惨的男人。程阳来不及捂住马桶刷子的嘴，我已经抱胸出现在走廊，面无表情。高端的猎人常常假装猎物出现是吧？搞了半天，我才是猎物是吧？我生气了，我认真的。除非……程阳从口袋里掏出一双兔子耳朵，笨拙地戴在自己头上。他扑进我的怀里，声音颤抖。猎人小姐，你抓到我了。抓到了。这次就不会再放手喽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